大家好，我是念双。驻扎在河北保定的第82集团军已经调动了近200辆军车，包括轮式装甲车，悄无声息地驶入了北京。官方当然不会有任何解释，但这种规模的部队异动绝不是为了交通管制或者武装游行。这背后传递的信号冰冷且强硬。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这是不是要搞兵变，颠覆政权？说实话，这种分析还是太戏剧化了。如果真有这种计划，过去几年有太多次机会，根本用不着等到现在。仅凭一个旅3000多人，在北京这个心脏地带，想完成一场现代政变，无异于痴人说梦。那么，真相是什么？更合理的解释是，这是一场围猎的准备。这不是为了推翻牌桌，而是为了确保在牌桌上输掉的人能够被安安静静地抬下场。会议的地点，京西宾馆，历来是中共政治博弈的封闭决斗场。这个地方由军方严格守护，安保级别极高。现在在宾馆外围，在部署上82集团军的野战部队，这是什么概念？这是在告诉所有与会的大约400-500名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和元老们，这次会议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你们可以讨论，可以举手，但最终的结果必须符合主导方的预期。这是一种赤裸裸的陈兵示威，来制造一种紧迫感，引导所有代表遵从那个看不见却又无处不在的军方意志。俗话说得好，站着进来，躺着出去。这句话在今天的京西宾馆可能不仅仅是一句玩笑，而且这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会议本身会讨论什么15规划或者党的建设，那些都是摆在台面上的过场戏。真正的焦点是，这场会议将如何处理过去2年整个权力体系系统性的塌方。这已经不是单一事件了，外交、军事两大权力核心，高官如同下饺子一样神秘失联，被清洗。我们来数一下，20大选出的205名中央委员，到今天为止，官方宣布落马和内部处理失踪的，加起来已经有46人之多。而且这些人，按照官媒的说法，个个都是最高领导人亲自把关，挨个谈话才提拔上来的习家军。前国防部长李尚福，前外交部长秦刚，前火箭军司令李玉超，前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还有最近刚刚被证实落马的前武警司令王春宁。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反腐，这是塌方式崩溃。提拔上来的人纷纷落马，这对于一个强调定于一尊的领导人来说是奇耻大辱。这等于是在4中全会召开前，自己给自己挖了一个巨大的坑，让全体中央成员看笑话。更诡异的地方在于处理这些人的选择性逻辑。秦刚、李尚福、何卫东这些被视为核心圈子的人，出事之后职位被明显拖延处理，似乎还在等待某种内部的博弈结果。而像中联部部长刘建超这种非嫡系官员，传出被查的消息不到2个月，就迅速被红二代背景的刘海星取代。解放军的政治和军事中枢甚至出现了罕见的双中断现象。苗华落马后，最关键的政治工作部主任长期悬缺，军委副主席何卫东从今年3月就从公共视野中消失，官网资料全部清除。在这样的权力真空中，唯一还在台面上的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就成了一个极其微妙的存在。他既是习近平最早倚重的军中盟友，如今却几乎成了军中唯一能够稳定局面的将领，也自然成了所有反习势力寄望的对象。据传言，反习派已经准备了上、中、下3套预案。上策是汪洋取代习近平，胡春华取代李强，实现彻底翻盘。中策是妥协方案，习近平完成任期，但军委主席由张又侠出任，明确胡春华为接班人。下策则是做出更多让步，让胡春华和陈吉宁进入常委，作为接班人培养。这些方案听起来头头是道，但都面临一个核心问题：习近平会同意吗？更重要的是，即便他同意了，这些方案真的能够让中共体制摆脱当前的困境吗？最新的消息是，习近平曾多次主动要求与胡锦涛会面，但都遭到了拒绝。这是一种罕见的强硬姿态，意味着彻底的划清界限。胡锦涛在用沉默告诉所有人，那个曾经可以坐下来协商、妥协、寻求共识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而且传闻张又侠最近在给元老们开会时讲了句大实话，要想让习近平这个人
按照党的规矩体体面面的退休，那是绝无可能的，除非他自己病死，或者有人把他干掉。这番话的残酷之处在于，中共政治问题的最终解决方式只剩下了生物学和物理学。现在所有的压力都集中在张又侠身上，他调动82军进京，既是威慑，也是自保。他很清楚，开弓没有回头箭，他和习近平之间已经是你死我活的局面。一旦让习近平有机会翻盘，以他为首的一帮军头们个个都不得好死。所以，张又侠的底线必定是至少让习交出总书记和军委主席这两个最有实权的职位。但即便如此，风险依然巨大，因为只要习近平还保留着国家主席的名义，哪怕只是个虚军，也可能给他的残余势力提供反复集结的空间。这就是为什么张又侠必须采取如此极端的手段，因为在这场零和游戏中，任何留有余地的妥协都可能成为致命的漏洞。那么，中共这个体制是不是已经丧失了自我纠错的能力呢？我们先来看看有开放式纠错能力的美国和日本。美国为什么有开放式纠错的能力呢？因为它的文化根基是基督教信仰，逻辑前提就是这个世界一个异人都没有，所有人都有罪。所以你看特朗普怎么说？他说美国人民不敬拜政府，而是敬拜上帝。他一个总统把自己放在了和民众平等的位置上，都在上帝之下，这就为纠错提供了最底层的文化土壤。当一个总统犯了错，民众可以理直气壮地把他选下去，因为他不是神。日本也是一样，当日本天皇宣布我不是神的时候，他就从神坛上走了下来，与日本民众平等了。一个承认自己不是神的统治者，才有可能承认自己会犯错。有了这个前提，整个社会才有纠错的可能。但中共体制恰恰相反，它没有一个高于世俗权力的恒定的真理作为参照系，一会儿把这块腊肉当成真理，一会儿把那个屠夫当成真理，现在又把一个小学生当成真理。所以他的权力斗争就成了一种零和游戏，一种怪兽效应。这个怪兽先吃掉别人，然后吃掉身边的朋友，再吃掉自己的家人，最后把自己也给吃了。现在的局面就是这样，习近平提拔起来的这批人正在被他自己一个个的吃掉。这个系统已经无法通过正常的程序来纠正他这个最大的错误，因为整个系统被设计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护他，而不是为了纠错。所以唯一的出路只剩下系统崩溃或者非程序化的暴力干预，这才是82集团军出现在北京街头的深层原因。要理解北京的困局，我们必须回顾一个关键的历史节点，2022年10月22日，中共20大的闭幕会。当全世界的镜头都聚焦于胡锦涛被强行架离会场的那个瞬间，一个时代宣告落幕。那一幕不仅仅是对一个前任领导人的公开羞辱，更是对中共过去几十年建立起来的脆弱的内部权力交接默契的彻底摧毁。从那一刻起，所谓的元老政治、集体领导都成了笑话。也正是从那一刻起，胡锦涛与习近平之间，或者说以胡锦涛为代表的整个技术官僚和元老体系与习近平之间，那道曾经可以弥合的裂痕，变成了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很多人说胡温时期一个相对温和、经济高速发展的黄金10年。从 GDP 数据上看，确实如此，从 1.2 万亿美元飙升到 8.5 万亿，年均增长 10%。但这种看法忽略了那个时代埋下的巨大隐患。胡锦涛的整个政治生涯其实早就预示了中共体制的双面性。1989年，当北京广场上风起云涌时，远在西藏的胡锦涛正在用铁腕手段处理拉萨的骚乱。他果断下令戒严，镇压持续了长达1年之久。这次功绩让他赢得了拉萨之虎的称号，也向邓小平等元老证明了面对动乱坚决镇压，毫不犹豫。正是这一点让他在6·4之后复杂的政治清算中脱颖而出，被邓小平隔代指定为接班人。他那张温和的笑脸背后藏着的是不为人知的铁腕。一个靠在边疆危机中展现铁血形象而上位的技术官僚，当他面对台湾问题时会采取什么样的策略？江泽民时期是公开的武力威慑，而胡锦涛时代转向了更具欺骗性的软性统战。所谓的科学发展观，对台的经济优先，
本质上都是用经济绳索勒紧台湾的脖子。2005年通过反分裂国家法，同年又邀请连战、宋楚瑜访问大陆，一边加速军事现代化，辽宁号的试航都在他任内完成，另一边签署 ECFA， 让两岸贸易额暴涨，台商蜂拥西进。这表面上是糖衣，是让利，是和平发展，实际上是让台湾的经济和中国深度绑定，形成隐形的枷锁。这种策略比单纯的军事威胁更可怕，因为它是在温水煮青蛙，消解防御意志，让对方在经济上产生依赖，最终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毫不夸张地说，胡锦涛的政策就是为后来的习近平铺平了道路。他用10年时间把绳索套在了台湾的脖子上，而习近平要做的只是收紧绳索而已。胡锦涛时代留下的另一个巨大遗产是2008年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这个计划虽然短期内拉动了经济增长，但也导致了严重的产能过剩和房地产泡沫，资源过度投入到重工业和基建项目，为今天的经济困境埋下了祸根。而他所谓的裸退，被外界赞誉为高风亮节，实际上更多的是与江泽民派系权力斗争到极致的产物。他通过彻底放权来迫使江泽民的势力也必须退出，从而为习近平迅速掌握最高权力扫清了障碍。而2022年20大上，胡锦涛被公开地近乎羞辱性的架离会场，就成了这个时代最精准的注脚。那不只是一个退休老人的个人遭遇，那是中共内部最后一点关于集体领导和有序交接的虚假门面，被当着全世界的面彻底撕碎了。所以，当今天有人传言说胡锦涛、温家宝等元老联名上书，要求习近平在4中全会退位时，你就能理解这背后的历史恩怨有多深。但问题在于，这些方案无论哪一种，都只是在试图修补一个已经烂透了的系统。他们的共同前提是，中共的统治必须延续。无论是习派还是反习派，他们争斗的目的都不是为了让车停下来，或者换一个更安全的方向，而仅仅是为了争夺那个已经失灵的方向盘。他们最怕的不是车毁人亡，而是社会失控，导致中共的统治彻底垮台。在这个根本利益上，他们是有共识的。所以，不要指望他们中会出现一个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中共建政后的历史就是一部政变史。16大，江泽民发动军事政变，续任军委主席。18大前夕，胡锦涛平息周永康、薄熙来的未遂政变，才顺利交班。20大，习近平发动会场政变，团派彻底出局。那么这一次的4中全会又会上演什么样的戏码呢？其实无论结果如何，我们都能从3个信号来判断习近平究竟是真天子还是假皇上。第一，人事安排，看落马的是谁的人，上来的又是谁的人。第二，政策方向，看国内经济和外交政策是否会出现180度的大转弯。第三，宣传口径，看官方媒体的宣传调子是否会发生重大变化。如果这3点都出现了与以往截然不同的转向，那么即便他还坐在那个位置上，也已经是个被架空的傀儡了。